由于清政府的衰落，我国领土不断被其他国家侵占掠夺。从1840年到1912年，短短72年间，共丢失领土200多万平方公里。虽然新中国通过不懈努力收回了一些失地，但依然还有很多领土流落在外。让我们先看看我国已经收回了哪些领土。1955年，通过我国政府多次的外交谈判，苏联全体官兵撤离旅顺，我国提前了20年将租给苏联的旅顺和大连重新收回。旅顺和大连位于我国的辽东半岛的最南端，东临黄海，西临渤海，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，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。1961年10月，经过中国政府不断努力，中缅两国达成一致协议，正式将片马以及片马附近的鼓浪、港房共3块领土归还给我国，总面积736平方公里。片马镇辖区内有6万多亩茂密的原始森林，自然资源非常丰富。1962年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，我国收复印度侵占的麦克马洪线西线3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，成功打通了新疆、西藏的联系。1963年，巴基斯坦主动归还喀喇昆仑走廊，总面积5800平方公里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回归的最大领土。喀喇昆仑走廊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，与阿克塞钦共同守卫着我国西部边疆。1974年，通过武力从越南这个白眼狼手中成功收复整个西沙群岛，当然还包括后续的南沙群岛，总面积约17平方公里。我国南海领域中一共有4大岛屿，是我国驻守南海边疆的重要军事据点，战略位置极其重要。1996年，吉尔吉斯坦为加强与我国的友谊，主动归还汉腾格里峰、琼乌散库什河等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。1997年到1999年，先后收回香港、澳门共1137多平方公里，是我国在完成统一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。1998年，我国另外一个邻国比巴铁还铁的哈萨克斯坦归还阿拉山口、夏尔西里、察罕鄂博地区等10块领土，共计1200多平方公里。2002年，塔吉克斯坦领导人访问中国，将存在争议的帕米尔高原等1358平方公里的土地交还给了我国。1995年到2012年之间，俄罗斯先后4次归还占领的我国领土，第一次将东北约9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，第二次归还珲春和远东地区交界处的约5平方公里的土地，第3次归还了1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第4次归还了包括银龙岛在内的一半黑瞎子岛，约173平方公里。虽然我国已经收回了上万平方公里的领土，但依然还有很多土地目前无法收复，其中包括俄罗斯占领的库页岛，以及还在缅甸手中的江心坡，加上被印度占领的藏南，还有日本夺走的琉球群岛等。这些领土不管是在面积上还是地理位置上，都对我国非常重要。不过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的变强，国际地位的提升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那些存在争议的领土都会因为我国的强盛而回归。第5个直辖市争夺战，呼声最高的3大城市中，谁会是最后赢家？目前我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区域，其中自治区5个，分别是内蒙、广西、西藏、新疆、宁夏，还有2个特别行政区，香港和澳门，以及4个直辖市，北京、重庆、上海、天津。没错，直辖市属于行政区划之一，地位等同于省级行政单位，是由国家直接管辖的建制城市，所以我国4个直辖市每一个都是极为耀眼的存在。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直接表态要增设第5直辖市，但从近些年的热度以及各省会城市的相互较量中可以看出，我国很可能会增设一个直辖市。那么目前呼声最高的几个城市中，谁最有可能成为第5直辖市呢？我们先看看2021年4个直辖市的 GDP 情况。除去直辖市， GDP 排行前5的城市分别是深圳 30,664.85 亿，广州 28,231.97 亿，苏州 22,718.34 亿，成都 19,916.98 亿，武汉 17,716.96 亿。从经济方面来看，深圳无疑是最有望直辖的城市。深圳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，
也是中国崛起速度最快的城市，连续多年 GDP 排行全国前3。另外，深圳位于广东省东南部，与香港遥遥相望，正好位于珠江口东岸，是连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纽带和桥梁，在我国外贸出口、海洋运输等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。如果深圳被提为直辖市，确实弥补了我国南部直辖市的空缺。不过，深圳直辖的可能性不太大。首先，深圳面积上不满足直辖的条件。其次，深圳是广东未来规划中最重要的一环。深圳的直辖不仅会打乱整个南部地区的布局，也会带走广东1半以上的资源，几乎重创了整个广东。当然 ，GDP 只是成为直辖市参考的一部分。根据我国首批直辖市选择的原则来看，还需要考虑到城市的规划、人口密度以及地理位置。目前比较符合该条件的城市还有成都和武汉。成都为四川省省会，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四川盆地西部，境内地势平坦，河网纵横，物产丰富，农业发达，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，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。常住人口总量为2093万，是我国第4人口大城。但可惜，成都直辖的可能性也并不大。很简单，失去成都的四川将直接落后于其他各省，排名几乎是垫底了。而且四川盆地也根本容不下2个直辖市的存在，毕竟没人会希望重庆和成都成为竞争对手。那么最后就只剩下武汉了。武汉有着9省通衢的美称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将武汉并入湖北，成为了湖北省省会。武汉是长江经济带中最核心城市，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，也是华中地区唯一一个可以直接飞全球5大洲的城市。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到 ，GDP 排行靠前的城市几乎都是沿海地区。武汉不仅远离海域，还经历了一场疫情的冲击，依然靠着自身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实力，交上了不亚于直辖市的成绩单。由此可见，武汉一旦成为直辖市，必然可以担负起中部崛起的重任，辐射带动长江中游的城市群发展。但就目前而言，武汉还并不具备提升为直辖市的条件。首先，武汉自身面积太小，只有8000多平方公里，根本无法满足一个直辖市后续的发展空间。另外，没有武汉的湖北，综合实力呈断崖式坠落，很难单独立足，所以即便呼声最高，武汉直辖的可能也非常的小。当然，除了上面3个城市外，还有青岛、厦门、大连、南京等城市都是直辖候选的热门城市，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地理优势和不俗的经济实力。各位觉得哪座城市晋升直辖市的希望最大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3个国家共用一岛，从建国到现在恩怨不断，联合国都无法调和。地球上已探明的岛屿共有5万个以上，而大部分岛屿都是由一个国家来经营或管理。比如冰岛共和国的冰岛和日本的济州岛，由于国土坐落在一个或多个岛屿之上，所以也被称为岛国。当然，也有少数存在一岛2国的现象，就比如蒂汶岛是由东帝汶和印尼共同拥有，还有爱尔兰岛由爱尔兰和英国共同拥有。而这种一座山上盘踞着2只虎的现象，我们勉强还可以理解为它们是一公一母。可如果是一岛3国呢？3个国家共存一岛的岛屿确实存在，它就是位于东南亚的世界第3大岛屿加里曼丹岛。加里曼丹岛四面环海，海岸线长达14400千米。东北部是苏禄海，东部为苏拉威西海及旺加西海峡，南部是爪哇海以及卡里马塔海峡，西北部则是我国的南海。整座岛总面积为 74.33 万平方公里，属热带雨林带，地形起伏和缓，雨量丰沛，森林覆盖率 80% 以上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。正是因为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不错的自然资源，加里曼丹岛自古以来都是兵家们必争之地。比如英国和荷兰在这里殖民过，日本侵略过，甚至还有一些清朝时期的华人也在这里经营过。不过现在的加里曼丹岛是由另外3个国家管控，分别是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和文莱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岛分2国都已经是战乱不断了，何况是3国。所以从1战到2战，岛上的各种势力就开始相互较量，
最终联合国出面才将岛屿划出3份，南部属于印尼，占比 73%， 面积为 53.9 万平方公里；北部属于马来西亚，占 26.2%， 19.81 万平方公里。而文莱只有北部的一角，占 0.8%， 面积只有可怜的6000平方公里。按理来说，文莱这样的小国应该很容易被大国吞噬掉才对。确实如此，1888年，文莱就被英国变成了殖民地；1941年，文莱又被日本侵略者占领；1945年又再次回到英国人手里。经过10几年的抗争，直到1984年，文莱才终于实现独立并加入了联合国。有意思的是，文莱虽小，但却是3国之中最富有的国家。根据统计，文莱的人均 GDP 高达 4.5 万美元，在亚洲排名是第4位。这个排名将日本、韩国都甩在了身后。文莱拥有这样的成绩，一方面得益于早前英国殖民时基础打得好，另一方面，文莱控制的海域内有庞大储量的石油和天然气，是东南亚第2大产油国，同时也是世界第4大天然气出口国。2大资源给文莱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。再看看3国中的老二，马来西亚虽然没有石油资源，但其境内的其他资源却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，尤其是橡胶和棕油，出口量位居世界第2。另外，马来西亚华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3%， 是马来西亚第2民族。相对稳定的局势与遍地都是华人开设的商铺，让马来西亚成为了我国游客出境游的首选之地。每年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中国游客就达到了惊人的500万，是马来西亚第2大经济产业。最后一个就是占加里曼丹岛大半面积的印度尼西亚。印度尼西亚横跨东南亚和澳洲，共有17508座岛屿，号称万之国。而这些岛屿之所以都归属印尼，还得感谢它的殖民者荷兰。然而印尼独立后，虽然继承了荷兰打下的全部领土，却没继承到荷兰人的工业。尽管坐拥卓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，但却没能力去开发利用，再加上国内各民族不团结，内部纷争不断，以至于印尼自身经济高度依赖别国，发展反而是3国中最差的一个。这就是加里曼丹岛上的3个国家，表面上相互之间相处的还算融洽，可实际上岛内冲突不断，要么是周边岛屿的归属问题，要么是海域资源的分配问题。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从建国开始就一直延续到现在，即便联合国出面也难以调和。